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36岁谭松韵与31岁高志廷的相遇，呈现出《我的山与海》中的独特 CP 氛围，进一步验证了 CP 感的确是一门玄学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我的山与海》。这部剧一开播就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，不光因为它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，更重要的是它借由山与海的意象，把一个普通中国女性30年的人生轨迹和时代变迁巧妙地揉在一起。剧里没有为难自己，也没有给观众留喘息的时间，直接甩给我们一个问题：什么叫做命？你能不能真的改变命运？如果你问我这剧讲了啥，我一句话就能说清：一个贵州女孩方婉之，肩负着命运的重压，从大山走向深圳，遇上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。这里头有爱，有恨，有失落，更有坚强和希望。说到底，故事的核心其实是三命论。什么叫三命？剧里说的明白，一是父母给的，叫天命；二是生活经历塑造的，叫时命；三是文化和自我修养带来的，叫自修命。很多人觉得命运是老天爷安排好的，翻不了身。但故事告诉我们，命是天给的，路还是自己走的。你真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，可能连命运之神都得佩服你。仔细翻一翻《我的山与海》的剧情，能发现编剧和导演并不打算给观众讲一个传奇逆袭的爽文，也不想用苦情牌骗你眼泪。他们借助方婉之的经历，把个人命运和大时代的浪潮紧紧地绑在一起。比如，剧里穿插了香港回归、非典、金融危机这些大事件，让观众一下就能感受到那种你以为你在选择命运，其实命运也在选择你的无力感和挣扎感。不过，单是讲一个女人的奋斗史，显然还不够。剧版特意加了2个女性核心角色李娟和郝倩倩，这样就有了创业3姐妹的主线。她们各自带着不同的性格和命运，最后聚在一起，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说实话，这种女性群像在国产剧里并不多见，反而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。女性之间不是对立，不是竞争，而是并肩作战，互相成全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剧里每个人物都不是工具人。李娟、郝倩倩各自都有自己的成长弧线，她们和方婉之一起，面对生活的打击，面对感情的考验，面对社会的偏见，也都在努力寻找到自己的归属感。编剧没有把他们写得过于强大无敌，也没有让他们柔弱可怜，而是让观众看到，原来真正的成长是一次次被生活打倒，又一次次爬起来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谭松韵饰演的女主方婉之，她的出场其实并不早，前几集是童年和少女时期，真正的谭松韵版本要等到角色上大学以后才登场。可正因为这样，观众能更真实地感受到她从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普通女孩，是怎么在大城市里一次次碰壁，又一次次不服输站起来。剧中，方婉之的养父是县长，这本该是一种优势，但也让她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目标。比如，她遇到韩家兄弟的欺骗，就在这里展现出了女主角的果敢和坚韧。你能明显感受到，她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傻白甜，也不是那种强行独立的女强人，更多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实感。谭松韵的表演也是一大亮点，她没有用力过猛，而是用细腻的情绪和肢体动作，把一个90年代打工妹的困顿和坚强演绎得非常到位。比如前几集中，方婉之经历了失恋、学历不足、找不到工作、创业失败，她去电子厂流水线干活，摆过夜市摊，
每一次失败后的咬牙坚持都很真实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和高志廷饰演的高翔之间的感情线，两人最初见面并不愉快，甚至有点针锋相对。方婉之跑到深圳找工作，连简历都不会填，还想着在学历栏作假，结果被高翔一眼识破。高翔其实是夜校老师，在人才市场上招收学生。方婉之没钱上学，心里直觉高翔是个骗子，两人就这么不欢而散。但高翔这个角色其实很有深度，她不仅是女主的感情依托，更是她人生路上的战友。每当方婉之遇到挫折，高翔总是在一旁默默支持，鼓励她。他不是那种只会说我爱你的纸片人男友，而是能给你实际建议，陪你一起扛的靠谱男人。这种战友式情侣关系，其实比甜蜜的爱情来得更有力量和说服力。高志廷的表演也很加分，他的外形是那种干净、阳光里带点倔强的类型，既有少年感，又有担当，和谭松韵的气质很搭。剧里高翔一直是方婉之的精神支柱，两个人的情感更多的是互相理解和成全，而不是谁依赖谁，谁牺牲谁。到后期，两人还一起收养了孤儿方妙妙，等事业有成后，又回到方婉之的家乡办学校、办工厂，直播助农，把个人的成长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。这种设定其实比单纯的女主逆袭更有现实意义，因为在真实生活中，谁又能真的靠一己之力翻天覆地？真正的成长就是和身边的人一起互相撑着，把每一件小事做好，然后慢慢影响、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。剧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，就是原著里更强调个人的归宿。但剧版加了很多反哺家乡的情节，方婉之回乡建学校、办工厂、直播助农，这些其实都不是简单的成功学，而是用行动告诉观众，当你有了一点能力和资源的时候，能不能反过来帮助到更多的人，让家乡、让身边的人也有机会改变命运。说到底，这部剧之所以能打动那么多人，还是因为它太真实了。他没有把命运写得高高在上，也没有让人觉得一切都靠天意，反而是在一堆琐碎的生活细节里，让你看到普通人也有机会，也能在大时代的洪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这个过程中，观众能明显感受到一代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变化。比如，剧里还涉及到了香港回归、非典、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大事件。这些不仅仅是时代的背景板，更是推动角色成长的关键节点。你能看到，个人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，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选择，都会被大环境牵动。从创业三姐妹到战友式情侣，再到反哺家乡我的山与海，其实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：命运的确有天注定的部分，但最终的路还是得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。你可以选择认命，也可以选择不服气的拼一拼。也许你不会一下子改变世界，但你可以让自己的世界慢慢变好。而剧里这些女性角色之间的互助和成长，也给大众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。很多国产剧喜欢把女性之间的关系写成争风吃醋、你死我活，但这部剧却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女性之间也可以互相成就，携手共进。这样的群像戏，或许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。当然，剧里也不是没有缺点，比如有些情节推进还是略显套路，某些台词也有点生硬。但整体来看，还是瑕不掩瑜。尤其是谭松韵和高志廷的对手戏，真的是把那种你帮我一把，我扶你一程的细腻情感演得淋漓尽致。高志廷这个演员这几年发展势头也不错。95年出生的他，家里有艺术氛围，自己学舞蹈出身，中央戏剧学院毕业，
早年演过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里的吴柏松，去年在我要逆风去里还拿了奖。这次在我的山与海里，他的表演处处都是细节，既有理智分析，也有温柔陪伴，把高翔这个理想型男友演得非常讨喜。最后回头看我的山与海为什么能引发大家的共鸣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自己、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影子。它不是简单的励志鸡汤，也没有贩卖苦难，而是用一个具体的人，一群具体的普通人，真实的讲述了命运这个永恒的命题。它让我们相信，尽管天命难违，但只要肯努力，愿意成长，命运还是有可能被改写一点点的。也许人生最难的不是认命，而是学会和命运握手言和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这也是这部剧最想传递给观众的东西。你不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小草，你也可以是自己人生的舵手。这正是我的山与海如此受欢迎的根本原因。它没有给我们童话般的结局，但给了我们继续努力、继续相信的勇气和力量。